天上有一颗恒星，它可能真的要炸了。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我经常会抬头看一个星座，这个星座是非常好辨认的猎户座，因为在它的左肩上有一颗恒星，看起来跟其他几颗都不一样，它有点微微的泛红啊。这颗恒星就是下一颗超新星的候选者参宿4。如果它发生了爆炸，亮度将会超过全天所有恒星的亮度，甚至能够达到满月亮度的1/16，金星亮度的100倍。那么到时候我们在天空中凭借肉眼就能看到一颗绚丽的超新星，它能如此质量，是因为它距离地球只有640光年，而且质量达到了20倍的太阳质量，半径是太阳的90倍，体积是太阳的7亿倍。如果我们现在把参宿4搬到太阳的位置上，它会延伸到木星的轨道上，对吧？所以这颗恒星非常的大。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参宿4快要炸了？其实参宿4形成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是1000万年以前，比45亿年的太阳要年轻了很多。不过它的质量非常大，因此就导致了它核心消耗氢的速度是太阳的2000倍，因此耗尽核心氢的时间也就是太阳的1/2000所以参宿4现在已经耗尽了核心的氢元素，脱离了主序星阶段。那目前核心正在进行的是氦到碳的聚变，由于氦聚变输出的能量非常的大，因此就导致了核心之外的物质被吹散膨胀。那所以目前参宿4已经变成了一颗红超巨星，表面的温度非常的低，只有3500开，比太阳还低了一半。那这种情况是恒星变成超新星的第一步啊。那不仅如此，参宿4在2019年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亮度突然降低了35%啊。以前的亮度在天空中可以排进前10的，但在2019年12月之后就掉到了25名。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同一颗望远镜拍摄到的参宿4，可以看出右边的参宿4下半部分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导致了它的亮度急剧的下降啊，这是啥情况？那我们知道参宿4作为一颗红超巨星，虽然质量很大，但核心之外的物质非常的弥散，密度比太阳低了很多，所以引力和辐射压力之间的不平衡就导致了参宿4的光球层会周期性的膨胀还有收缩的。所以参宿4它本身就是一颗变星，亮度可以周期的变化。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近几十年来参宿4的亮度变化，它在2019年底它的亮度变化非常的大，突然变暗以后亮度又缓慢的上升。那我们估计参宿4的亮度回到前10大约会在2012年，最迟是在2023年左右。不过这次亮度的剧烈变化让人们觉得它的核心可能出现了问题，这颗恒星可能要爆炸了。所以有段时间关于参宿4快要爆炸的消息非常的多啊，但天文学家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核心出现问题导致了亮度变化周期会非常的长，并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我们看到亮度这个变暗然后变亮。原因是核心产生的光子要想达到光球层，并不是沿着直线以光速在往外飞的，而是光子在往外传播的过程中，它会与致密的带电粒子发生频繁的碰撞，导致光子被散射到随机的方向上。所以光子从核心往外走的路程是非常复杂的，这称为光子的随机漫步。比如说在太阳中，一个光子想要从核心走到这个光球层，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虽然参宿4的带电粒子的密度很低，光子发生的碰撞几率也很低，但也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才能到达这个参宿4的表面。所以说，如果参宿4的核心发生了问题，出现了光度变化，我们至少需要上万年的时间才能够知道啊。因此，参宿4在几个月内发生的亮度变化，其实跟核心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的变化只发生在光球层或者光球层以外的地方。那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参宿4变暗，然后又变亮？那目前我们认为，参宿4变暗的原因是因为简单的光线遮挡造成的。那可能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几百年以前，参宿4喷出了大量的气体还有尘埃，它弥散到了周围的星际空间中啊。这些物质冷却以后，就变成了不透光的物质，它挡在了参宿4和地球的这个中间，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在2019年12月的时候发现了参宿4的亮度变暗。等这些尘埃物质散去之后啊，参宿4的亮度就会回到这个正常的波动水平。所以参宿4亮度的变化并不会告诉我们它会不会爆炸，什么时候爆炸。那唯一可以确定它何时会爆炸的线索是它核心的聚变现在到底进行到了哪种地步。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确定的是，它的核心目前正在燃烧氦，还是在燃烧碳，还是燃烧氖、燃烧氩或者燃烧硅。只有当它的核心的聚变材料只剩下铁镍钴的时候，才会发生爆炸。如果它的核心现在还在燃烧氦的话，那至少还得10万年的时间。如果燃烧碳，可能需要这个几千年的时间就会爆炸。那么剩下的其他的元素燃烧是非常快的，可以忽略不计啊。
但不幸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他们通过恒星演化、流体力学、数学建模分析了参休斯得出了结论是它正在燃烧氦，所以说至少还得10万年的时间，这颗恒星才会爆炸。不过这个结果也只是猜测我们目前并不能很好的预测恒星何时会死亡，说不定参休斯在我们说话间就爆炸了，640年之后它的光才能到达地球，说不定它在600多年前就已经炸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在天空中看到一颗超新星，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分别在185年、339年、1006年、1054年、1572年、1604年这几年分别记录了天空中的超新星爆发。其中1604年的这次超新星是开普勒记录的，所以也被称为开普勒超新星。它发生在距离地球 1.3 万光年以外，这也是人类最后一次肉眼所见的超新星爆发时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了，对吧？人类再也没有用肉眼见过超新星了。更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天文望远镜在1609年的时候被发明了出来，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视野。现在的地面天文台、天基天文台都非常的先进，可以让我们看到遥远天体很多的细节，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还有刚发射升空的韦伯望远镜。这自从上世纪50年代之后，我们已经了解了恒星的运行还有演化规律，人类已经准备的相当充分了，所以我们急需一颗恒星发生爆炸，让我们以更清晰的视角一睹恒星死亡时的疯狂，来验证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那我相信发生在今天的超新星爆发事件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天文事件，它不亚于我们对黑洞历史上的第一次成像。那我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亲眼见一次超新星，这将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幸运，终生难忘。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